全白的房间，就在海旁边。你有吃过这种晚餐吗？果然是4.9颗星的海鲜餐厅哎！我以为柜台会。他们的迎宾柠檬果汁超级好喝，柠檬茶啦。刚才他还去问柜台人员说：“请问这个是什么饮料？怎么这么好喝？”哇，超美！摩天轮呢？好凉哦！哎，很漂亮哎！哎，我们外面有阳台哎。好美 ！Oh my god！ 你看地下就是游泳池。这次的花费大部分就是机票跟饭店，住比较好一点5星级的饭店。然后它这间房间唯一缺点就是它没有浴缸，它是用淋浴的。不过洗手台也是非常漂亮。我们这个度假村呢，一个晚上要6600，所以我们住2个晚上大概13000。但因为我们后面住的都是比较便宜、超便宜那种民宿，所以超便宜那种民宿。看到类似那种很像，它不是蚂蚁，我发现它还有触角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床饰啊。就是前面比较奢华，整体来说，它从进来然后到上房间，我觉得整个 view 或者是给人家的感受都是很舒服，然后又是很豪华，然后很漂亮的感觉。刚才看到它的游泳池真的是超大超美的，可是忘记带泳衣了。可能早上看一下 view， 刚才晚上看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很漂亮，很宽阔。早上可能会更漂亮。这里是富国岛的富国大世界。其实我不知道餐厅其实在富国大世界里面，所以偶然就来到了这里。只是它把所有建筑盖得很像欧洲那边的感觉，然后它还有贡多拉，你看。我们就是准备要走去餐厅，因为刚才用计程车呢，感觉餐厅是在这个富国大世界里面，所以车是没办法进来。然后我们徒步走的话是需要18分钟。它超多那种SPA馆，其实这样一整排全部都是SPA馆，就是你要做指甲啦、按摩啦之类的，美哭了我。虽然是人造景啊，我们现在要走到餐厅，因为我明明定点就是定餐厅附近，然后计程车司机跟给我，然后就把我们富国大世界就放下来，然后我一直以为餐厅在富国大世界里面，但没有。我们已经穿过富国大世界。对，今天要吃这家，刚刚抓了一只900克的龙虾，然后跟虾菇2只。我们点了一个 Google Map 上面说很好吃的炒牵牛花，一看空心菜。请说明一下空心菜跟牵牛花菜。他说空心菜也是牵牛花属的植物，然后空心菜跟牵牛花的差别，牵牛花的茎好像比较细，看起来偏粗哎。然后我们叫了2个扇贝，都是用葱烤的，一个的算起来台币是62块。他们家这边的扇贝是可以单独点的，不用点一盘。先吃一下螺，好有弹性哦，我好像没吃过这种东西。很有嚼劲，我觉得炒的蛮好吃的，不会太咸，因为我们没有点淀粉。但我觉得这样单吃是 OK 的。我们的主食是一盘蛋，不想吃淀粉的人其实可以叫它的蛋，因为我觉得等一下海鲜应该会蛮大的。扇贝，哇，怎么回事？怎么那么好吃？主要是它不会太咸，对，不会太咸就好吃，然后海鲜又很新鲜，很好吃哦，而且它的扇贝里面还有点汤。果然是4.9颗星的海鲜餐厅耶。他们这里面有菜包人，所以是用肉末，有点像是那种打抛猪的肉末，但不要加盐，不用任何调味就很好吃。哎，他说上面那个是澳洲的，他就问说你要吃在地的还是澳洲的呢？在地的吃得起就很厉害。真的。所以我们就选小龙虾，然后重点是1公斤，我们还说可不可以再小一点。然后就950克，那等于说一个人差50块，因为它1公斤大概8只，是2400台币。先点2只试试看，因为怕龙虾太多了。我们是选择用奶油炒，可是我觉得弹性来说还好哎，没有什么弹性。台湾的比较好吃，这可能不是我印象中的虾菇，还好我们只点2只。终于吃到越南的炸春卷，他们收很快哦，东西放着嘛，然后我们明明桌上还有空位，但是他会把吃完的东西收走，然后把餐点拉离你更近，然后卫生纸都会帮我全部收起来，然后丢到旁边垃圾桶。不愧是4.9颗星的海鲜餐厅。再讲一次，
要赶紧去元九歌体。对，它里面是肉，可能萝卜丝吧，笋子丝，然后我看到有笋子丝，小的小菇。我们叫了一个900公克的龙虾，一个做焗烤，一个做蒜蓉。我看那个起司奶味超重，然后有一点橘子的味道，但是虾肉真的非常新鲜，我吃起来是蛮弹的，因为是刚刚从水里面抓起来的。Oh my god， 超好喝！我已经很久没吃龙虾了，通常都吃那种喜宴的那种边边角角，不是这种整块的龙虾。超爽的，肉超级 Q 弹。我觉得如果不喜欢吃调味过多的，如果你要吃它的新鲜度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蒜蓉就可以。可是幸好的是它奶就是没有连肉里面都是奶，上面一层，对，上面一层而已，它其实身体还是吃得到原本龙虾的那种鲜甜或是新鲜。这样子这一只好像2700吧，等于说我们一个人吃1000多块龙虾。台湾龙虾通常1公斤多少钱？你说600克900块。然后另外一个是蒜蓉的，蒜蓉怎么感觉也有一点奶味，淡淡的那种，好像有用奶油铺底的那种感觉。他有招待了一盘西瓜。刚刚我们结账的时候，店员就跟我们要求说，你们是住哪里？因为我已经收回我的卡了，然后我想说，为什么要问我们住哪里？其实就想说叫车吗？可是好像又想说有这种服务吗？然后跟他说饭店在哪，然后他又跟我说50,000，所以真的是轿车。我觉得他们的4.9颗星应该是来自于他们的服务生，就是食物虽然也好吃，但也不会到就是非常 shock 或是非常一定要来这里吃的那种感觉。但是服务生的服务非常好，我们桌上几乎在用餐的时间看不到什么垃圾，我们一制造垃圾就是卫生纸什么就会被他们丢掉。桌上 always 这么干净，甚至我们在那边拍照干嘛的，然后他们要放餐具，还在旁边等我们拍照。对。这是晚上的富国大世界 Grand World， 路上有很多这种车就是也是像计程车那样可以随处搭的。然后旁边这里是古城。然后旁边过来这里就是竹子的建筑。这个就是昨天看到乌漆嘛黑的风景，没想到我们面向的真的是 Ocean View。Oh my god！ 一出来发现超热，但这里也代表天气很好，不是下雨。然后我们今天行程有点劝局，就想说趁好天气的时候可以去动物园跟那个富国大世界，主要是富国大世界，因为它好天气的时候拍会比较漂亮。然后再来就是重头戏日落餐厅，超级期待，好不好？很多人风评很好，就是你那坐在海边，然后那种看海景，然后坐在那边吃晚餐这样子，期待夕阳的感觉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去吃饭店的早餐，也很期待。但是听说呢，就是我同事是有吃过他们晚餐，说非常好吃，所以我觉得早餐应该也很好吃。它其实有户外的，可以做户外或者室内，然后我们选择做室内，因为户外太热了。这里有很多，你看做成他们国旗造型的甜点，然后还有现做的越南面包、沙拉区，然后蛋的话可以看你要吃什么蛋。因为富国岛韩国人很多，所以也会有他们的泡菜汤、饭子，这边可以做米线，它有现做的越南面包，然后还有它的生春卷，目前还没有吃到越南的生春卷，里面包了很多菜，然后跟很像豆干还是豆腐那种东西，我觉得生春卷蛮好吃的，很像我们台湾做的那个做素食的那种素的春卷，但是它是很清爽。然后再来应该吃越南面包，跟台湾吃到的差不多感觉，毕竟是小的，所以不是很正宗。现在来吃它的 omelette mix， 里面有一些蔬菜，然后我们是选cheese的，可以吃2天这种早餐，超爽。cheese味没有很浓啊，还好，可是它放很多蔬菜，不错。第二轮拿了水果跟各种面包，然后它的酱超多，有 orange、strawberry 跟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 Nutella，
巧克力酱，哇！而且牛提拉是快见底了，所以大家应该蛮喜欢牛提拉。然后沾了一点花生酱，然后我又拿了一个没有加盐的奶油，然后还有拿一些沙拉。最重要的是水果超级多的，木瓜切超大片的，我本身超爱吃木瓜。巴哈特也超大片，但是那个圆形，直接圆形这样对切。我刚拿芭乐的时候想说，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切。你看它的木瓜超级大，我看到木瓜切到大片都超开心的都。木瓜很甜，很好吃。太赞了！我觉得如果去国外住饭店可以的话，可以至少选一天的早餐吃它的buffet，通常你就可以吃到当地的东西是怎么样。我们现在也要去动物园，现在是早上的9点多，要赶10点多的表演。然后他们的那个 Grab 超好叫的，就搭电梯前叫，电梯还没下来已经到了，1分钟抵达。对，所以建议大家就是稍微看一下，如果车很多，你可以到门口再叫。不会等太久。动物园到了，天气非常好，好像九族文化村哦。你看，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很像九族文化村？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个百鸟秀，10点就开始了。入园的左手边一直直走就到了，赶快找个好一点的位置。Vì nó là đại diện cho chính quốc kỳ của đất nước Uganda đấy ạ. Này nhìn bạn đi này. 刚刚原本要投币，结果他最多只收5万，然后后来就去那个他们有一些贩售的商店去买水，然后当我拿出50万的时候，是怎么来着？他傻眼了，他说，他就问我有没有零钱，我说那刷卡可以吗？他说只能用现金，然后我说那我只有这个，然后他就说 Oh my god， 我不要绑太贵啊。 독특한 형태의 뿔을 가지고 있습니다. 대왕이 수용실 수 있도록 大家看一下我的拳头跟大陆龟，它的脚超级粗，你看超粗的，哇！你踩坏了你，你踩到你的菜了。桥上看鳄鱼，超多只，但可能都太热了。我靠，怎么这样？Oh my god， 好大只哦！看，好可怕！天哪！我们刚刚在前面那边下车，然后下车你看完那个什么爬虫类馆之后，要走到前面100公尺的地方再搭一次车。他们机器是可以刷卡的。你要喝啥水吧？上面这个吧。对啊，获得产品下来了。在你迟疑的时候，它就自己掉下来了。耶！买一个大象的食物。我为动物园的店员感到非常抱歉，因为台湾换汇就是只给我们500，然后000，我真的很抱歉。里面就是会有，就感觉是甘蔗，然后芭蕉跟玉米。都看到我，来了！芭蕉，怎么不理我？他们吃饱了他们不理我，没有人理我。因为它这个动物园的重头戏就是看百鸟秀，然后喂长颈鹿跟喂环尾狐结束，很多人说要来体验的。长颈鹿的食物，长颈鹿。我已经按了。它可爱的狮子，它有附小宝贝哦。长颈鹿好可爱呀！我在看这个，感觉是把富国岛的特色放上去的。我们来到白天的富国大世界。
早上的泰迪熊，这个应该是唯一可以吹到很凉冷气的地方。刚刚的那一台 Grab， 它刚启动，没有冷气。干，真的，我真的进去直接闷死，比外面还闷。它停在那个停车场，超热，热到爆。然后手机还在那边给我坏掉，还怎么样？手机当到了，因为他的手机不能用，这是我的手机，好好笑。刚刚上面好像写什么，他的 iPhone 地图不能用。这个芒果冰，台湾是不会输的。它的芒果口感跟台湾不太一样，酸酸的，不过因为我觉得它本身冰淇淋已经有甜味了，所以它选酸的。它底下还有雪花冰，所以应该是要挖一点，然后配那个，因为它的冰有味道，所以要牛奶要配水果，有一种得到救赎的感觉。很爽哎！它的雪花冰上有吃，我觉得它那个牛奶还蛮好吃的。你有看过捡芒果冰的吗？雪花冰反而没有什么太甜味道。那我点了一杯薄荷茶，然后它的是写 salt coffee， 有一种大陆凉茶的感觉，好喝吗？但它的咸是真的咸哦，是真的咸哦，我觉得不错哎。我们是从咖啡厅出来嘛，然后拍一轮照，因为发现船根本没开，可能是因为太热了，所以可能连船夫都不想赚这个钱。所以我们现在又要回去泰迪熊博物馆那边吹冷气上的厕所这样。而且为什么白天其实店家都没什么开，我有点压抑。我一直以为白天可能比较多，但其实晚上好像比较热闹。好像比较像夜市哎，有没有4点之后？准备进入泰迪熊博物馆。Teddy Bear。其实我对泰迪熊没有很感兴趣，但因为它冷气太强，所以我非常感兴趣。1910年的泰迪熊，长得不是那么完整，眼睛蛮小的。我刚才发现，我靠近这个地方才会动起来，你看其他地方其实都没动。那我靠近这里，看开始在动了。看过《美人鱼泰迪》吗？现在拍给你们看。现在是要去卡米亚，不过我们并没有住他的房间，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度假村。海好漂亮哦！我看到了，就是这种。赞啊！大家看一下它的海景是不是很漂亮？然后呢，大家用 KKday 预定的时候，它是保证有海景座位，而且我们的座位就在海旁边。你有吃过这种晚餐吗？你看这是我们的座位，我真的没有在这么靠近海的地方吃过，太漂亮了，我的天哪！世界的尽头。刚刚这位店员拿了一个大伞给我们，我都快热死了，真的太感谢这店员。凯撒沙拉本身的沙拉里面有鸡胸肉，鸡胸肉蛮嫩的，蛮好吃的。可能是我饿，我觉得这个沙拉蛮好吃的。橘红色的是羊，日落餐厅就只有真的日落的时候才能好好吃饭。真的哎，已经天色变暗。已经开始有你看海边的那种情调了，这样看下去蛮美的，真的。月亮出来了，百香果 cheese 蛋糕，然后这个是提拉米苏，但我觉得蛋糕偏小块。然后我们的 stick 被遗忘，果然被遗忘。因为我刚刚就觉得怎么这么久，重点是刚才服务生很惊恐，第一次没有帮你上啊，然后一直把我道歉。没事啊，我们也是喜欢吃甜点啊，可以先吃甜点。百香果起司蛋糕味道超浓，超赞。因为其实在台湾是不太到这种口味的起司蛋糕，它是很道地。比起来，果然是百香果起司蛋糕。不过提拉米苏它有点不寻常的粘稠，我觉得你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就问服务生，他推荐通常都会不错，要相信他。然后底下有点像是那种饼干塔的脆面。好吃哎，很好喝。蛋糕我要。我觉得我应该会念念不忘它的百香果起司蛋糕。然后这边渐渐的星星出来，这也没什么光害，所以月亮跟星星都很清楚。
我们的牛排终于来喽！这个是收到4次道歉的牛排，菲力牛排。第4次是经理特地过来，就说真的很抱歉，然后你们牛排可能还要再等7到10分钟这样。而且他们的道歉不是那种很像口头上的说法，就是就是他真的是真心诚意，你感觉到他真的很愧疚那种道歉，都快要跪下来了。跪下，我是觉得不错吃，肉质真的还算不错。椰子汁初体验，怎么样？甜呢？很甜哦。我这颗椰子是甜，可是真的很清凉哎，怎么讲？真的蛮好喝的。我们刚刚在吃完饭的时候就说要叫 taxi， 然后呢，他说等10分钟，然后我就听不太懂，就是一直听到 bus， 然后就想说应该是计程车怎么会有 bus， 然后后来他就说到了，走上来之后就看到是那个露天的车，然后我想说靠，露天的车要载我们到那么远的地方，认真吗？是不是很贵啊？结果后来他就说，没有，我只要载你们到柜台。重点是1分钟，那个车程1分钟，1分钟到了之后，然后我以为柜台会，好真实哦，停电了，怎么办？不是停电吧？好了，没事，好，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。好，然后我以为就是我们走进来，柜台可能说你们车来了，就是在哪里，就没有。我们一进来，他说 May I have you？ 然后就有一个柜台人跑来说，我们要等差不多15分钟哦。那我们刚刚等的那个10分钟在干嘛？我就干脆直接走上来，然后跟柜台说我要叫车就好了啊。我总共等了25分钟。大概就是服务太周到，不想让客人走路。现在回到饭店，要分享一下刚刚的计程车的经历，大概是一半的地方。计程车司机突然就是拿了一个就是翻译，然后那个翻译很奇怪，反正他翻成中文就是我们现在是要回家吗？我觉得有点可怕，我就想说他为什么要套我们的行踪，我就赶快看一下 Google Map， 就是没有飘离路线。那时候就比较安心一点，但是还是心里有点慌的。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真的听不懂，然后他也不会讲英文，然后他又重新再开了另外一个翻译的东西，再翻译一次，然后就是变成有一句叫什么回仓库的各式各样，什么都看不懂。我就突然间想到，因为他第一次的翻译是越南翻英文，然后我记得里面有一个 return 的字，我突然想到说他是要问我们是不是会来回，然后后来就问他，然后他就终于点头了，好希望可以就是有个共通的语言可以交谈，但是对方也不会英文，然后我们也不会越南文。我觉得第一句翻译的时候真的太怪了，什么叫说你们现在是要回家吗？然后想说干，我真的是心跳直接飙到最高，然后我那时候脑袋就一直想说我等一下要怎么跳车，还是说我们要找什么理由赶快下车怎么样。好了，就是这样一来一回，终于解决这件事。早安，我们今天去完游乐园就要去富国岛的中岛了耶。那感觉下雨几率非常高，我觉得他们饭店的床非常好睡，不会认床的状态。我不知道他的床跟枕头有什么魅力，因为通常只要有一项不行，我就没办法好好睡啊。我非常推荐给大家，应该我可以睡的，其他人都可以睡。这几天都是直接出去没有去看，但今天行程比较没有那么急迫，对，所以去看一下，想说都花钱了没有玩到，那至少看一下，至少看一眼我们自己饭店的沙滩吧。这可以玩射箭。我们刚才经过发现有这些娱乐设施，很不错哎。有2个外国老伯伯在认真比赛套圈圈，我非常诚恳邀请他们来台湾夜市玩一下。乌云虽然如此，那个气温感受上还是很热啊，只是就没有像昨天那种艳阳照射在脸上的感觉，但是就是闷。今天多了一个闷感。这里就是可以玩游戏的 game room。来哦，射飞镖抢手。秀瑞看清楚，几万14，这是几啊？要近看才知道哎。有了，13，这就超过你很多哎。我们来到越南版的迪士尼啦，各位，超级像的。你看它的城堡。那它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集团命旺的去打造的，昨天的动物园也是，然后跟这个乐园也是，所以如果你是都会来这2个地方的话，可以买套票。
但是我觉得一个地方花1天差不多。基本上食物不能带进来，因为我发现桌上都是食物。最前面是商店街。我们发现刚刚那个2个、3个。今天应该说这座岛上很多人今天来拍婚纱照，在台湾没有买过雨衣，我们这里来玩饭都买雨衣，因为不知道它有多湿，怕接下来行程会很麻烦。然后我们排了超级久，这是我排过最久的泛舟。他们不是像我们泛舟，就是我们要追着泛舟跑，不然他就溜走。他是那种停，然后等人家下车，然后人家上车他又停。然后前面那一辆我本来以为一定要留下去，但他们停在那。为什么要量体重？刚才要开始开船的时候就说不能用手机，果然整趟旅程非常无聊。它就是一直过弯，但是没有瀑布啊，或是那种比较有点像转下去那种，像台湾的通常会比较刺激。而且我觉得它偏短。然后最后要上岸的时候，才有一个类似水炸弹的东西喷大家，这样就这样子。它长得很像水舞那种喷法。如果你看队伍很长的话，我是觉得可以略过。现在到 Bean Wonders 游乐园最大的水族馆，我个人觉得很壮观。我的头在旁边，他的头在这边，大概是我的6倍头。这个嘴巴好特别，跟你压一点，下面这次也长不一样。它的头怎么有点下巴后缩感？这好大只哦！我天哪，好漂亮！我们搭黄色的耶，有冷气就好了，至少不是那种很闷的。头发超湿，再去玩火山历险，就跟台湾一模一样。美人鱼表演可以不用看，我觉得其实是浪费时间，蛮无聊的。但是就是很多部落格都说，要看要空出一下这段时间呢去看，超多人在讲去看，但是我本身觉得非常无聊，主要是因为会一堆人挤在那个水族箱前面，就是等嘛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越南人就是很喜欢，就例如说这里有点小小的位置，然后他就会拉他的朋友或者是他的小孩，然后过来站这个地方，但其实那个小空间可能没办法容纳1个人，但是整个感受上就觉得没有很好，然后重点是好不容易等到了表演又觉得普通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时间有限的话，就不用看这个表演。刚才发现终于有人在搭云霄飞车了，这个看起来非常可怕，因为它的圈非常高也非常多。然后这个是我们刚刚做的火山历险，感觉我们一样。然后城堡进来这边其实是水上乐园，所以你想要玩水的话，也可以在这边。下大雨。我们在海龟里面的 Deep Sea 用餐，然后前面这边是要低消套餐。如果只要吃甜点、喝咖啡，我们就是到上面这边吃简单的点心这样。刘海又乱了。我们因为玩火山历险，头发就变面条了。我们已经要前往中岛了，因为刚刚下雨，所以就是在咖啡厅玩之后就想说回来拿行李，然后准备前往中岛。然后中岛check in之后要去月式洗头跟那个吃晚餐。到了中岛的市区，这里热闹非常多。前面都会有个很像阳台庭院地方，最少就是会有3个位置，所以只能订这种某位家里房间。我们的床有很多脏污，刚才店员也很慌，想说怎么会这样。我们现在又换房间了，因为我们先待一会看看床上会不会变脏。已经有一只蚊子在这边，先观察看看。我们昨天就是一连串的事情。我们当初其实会带往防蚊液，就是因为好像东南亚这边有类似说蚊子被叮到，然后就会得一个叫什么祛风病。至少房间里面不能有蚊子。想说先去月式洗头，反正洗头期间就一直想说，因为我们要处理换住宿的事情，所以等于说晚餐可能要先去一下，然后要决定说我们今天要不要搬到其他地方。
后来叫不到计程车，我们做完洗头叫不到计程车，是因为下雨天，然后说大塞车。我们在洗头店已经打烊了，然后我们在那边等了快1个小时，就是老板娘帮我们就是叫到车。他根本是找朋友带我们走。好，终于回到家之后，就是庆幸的是床上是没有任何蚊子尸体的，但那时候肚子已经超饿，已经9点多了，因为他们前面就是餐厅，想说在那边先随便吃个东西吧。然后吃一吃之后呢，就进来。那个时候就在床上看到类似那种很像，它不是蚂蚁，我发现它还有触角。我抓了3只，然后你抓了2只，总共抓了5只。反正就把棉被整个拿起来，我就想说干脆不要盖了。然后床旁边都是喷那个防蚊液，然后我们的门框旁边也都是喷防蚊液。应该是说我发现床上有虫子的时候是吃完饭回来之后，那时候已经10点多，然后就想说要换住宿吗？我怕说计程车没办法，就是载我们到南边，然后看了这家床上，勉强躺一下。老板7点来嘛，所以说我们可能现在6点就起床，因为我真的很怕，对我很怕床上有虫。然后我们睡觉就是穿这样，穿这个外面的外套，外面的外套，然后穿外面的长裤。再来就是插头，全部都是塞在床里面，我们很勉强的这样冲，但是我不敢把床移开，我怕床移开，我看到可怕的一些虫子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，早上7点。他们这边下雨都是下大雷雨，然后都是那个雷打得很大声的，但好像真的都是下一下就没。我希望今天也是下一下就没，就是你可以下，但是就是一下就好了。其实就很像台湾那个下午热对流那种雷阵雨，对，一阵一阵。一路上都蛮多摊贩，这里就是市区，所以一路店非常多。我们到了4.9颗星的越南面包。我们刚刚呢走去早餐，然后没开嘛，然后现在又要再走一次。刚刚终于见到那个房东了，然后觉得人蛮好的。他说，就连昨天住的那一晚，他也会尽量就是看可不可以退费给我们这样子。幸好我有录那一段那一段就是床都铺满虫那一段，因为他跟我要求要有证据，因为必须如果来退费，一定要给证据给那个系统看，这样子。不知道，就是房东蛮诚恳的，所以我是觉得还好啦，还可以接受啦。然后他说现在是蚊子的季节，真的没办法。他说可能这附近你换其他地方都真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会往南边去走。这间大家说牛肉米线好吃，但是它有很多种牛，生牛、雪花牛跟牛肉块，然后一样要吃越南面包，我们就点鸡的，然后我们会点一个越南的咖啡。我觉得很好吃怎么有一种牛肉面的既视感？对啊，终于吃到越南的正宗米线。跟我们台湾的牛肉面味道很像。我们今天选肉块的，它的牛肉真的蛮嫩的。很好吃耶！它的面包是酥脆的，我前几天吃的都是那种吃起来很难咬，然后它的是那种很酥很脆，然后一咬就化开的那种，真的很好吃。里面调味很好吃，调味也非常好吃，因为它的鸡肉加一些洋葱啊，主要是它的面包，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越南面包，因为前几天都很像是法棍放在那边放了很久，一段时间都已经炖起啊那种感觉。然后它刚才一咬就碎掉化开，非常非常的好吃，就是混一些酱料、洋葱、鸡肉这样子而已，然后里面加一些生菜。这个面包好吃到我们要点牛肉口味的，想要再吃第二个，结果没了，卖完了，这么早就卖完，现在才9点。这家店老板迟到，然后现在我不知道他刚解开，然后现在才9点，等于是2个小时内就卖光了。现在心情恢复了，因为呢，老板愿意退3晚了，然后住宿，然后跟刚刚吃到真的是目前吃到最好吃的一餐。他们说，就是通常他们的面包真的都是早上就卖完了 ，almost。我们就说可是明天我们也想吃，但我们可能中午12点来吃得到吗？然后老板就可以啦，可以啦，然后看着他老婆，然后就是有点眼神确认，然后说好啦，然后可能就是示意说会帮我们留2个这样子。
对，老板要说到做到哦，我真的是会来的哦。然后我们就说，哎，那你们到底几点开门？因为 Google Map 是7点，他就说7点啊。然后我们说，可是我们今天7点到都没看到人。然后他就很惭愧的，就是低头笑了一下。7点才起床，对，7点才起床。他说可能就是会迟个5分钟才下来开门这样。因为他住楼上啊。而且那个 Google Map 上面评论，我有看到有个私家，应该是台湾人，他就说他来5天吃了3天太好吃了。我想说有那么夸张吗？然后就我觉得我同意你，如果是我可能每天早上都来报道。我们吃了1碗牛肉米线，然后一个鸡肉面包跟一杯越南咖啡，总共才花台币158块。我们现在要坐车去南岛了，然后我发现只要坐长途的30分钟都是这种大台宽敞的车子，不知道是不是 App 有特别帮我们配置。我们差几秒钟的时间就下了大雷雨。如果再多吃一个越南面包的话，我们现在到了另外一个观光区，从北部观光区到一个南部的观光区，只有中岛才比较像是越南当地的感觉。我们到了今天的临时住宿，非常高级的希尔顿 La Festa， 然后这里有这个钟楼，看我们的，哇！又到了另外一个人工造景区呢，我真的觉得我们人品大爆发。本来是下狂暴雨，然后打雷那种，一到南部整个大太阳。我本来很怕说这座小镇可能没有太阳，拍照不是那么好看，但我们真的是超级幸运。平常真的要做好事，非常的漂亮。迎宾椰子奶跟冰凉的毛巾，好爽哦，好开心。在台湾都是热毛巾，或日本是热毛巾，对，这里是冰的。我觉得非常好，就是要冰的。这里就是亲吻桥，傻眼，亲吻桥好近哦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亲吻桥了。那有说就是北边它的那些建设是 Vin Wonders 集团建设，那南边这边的话就是太阳集团的建设，所以我觉得两边建设看起来差不多，都是有这种欧风感。大家可以选就是观光区去住宿，然后如果要去中岛去吃一下越南的东西，买一下越南东西的话，就是再去中岛这样子会比较好。要不然中岛的那边就是吸蚊虫蛮多的，然后住宿也比较多是民宿的，所以可能没有像饭店一样这么干净，或是服务这么好。就是出来度假的话，可能还是要去好一点的地方这样子。这里就是搭缆车的地方，到那边搭，然后它会跨到对面的岛上面。但是因为对面的岛你一到它就是一个游乐园了，其实它就是整座游乐园，所以其实我们就没有要过去了。他们都用那个 Face ID 去入场，就是住这附近的饭店是可以直接进来，不然的话你是要买票的。然后如果你有门票的话，其实也可以直接进来。这里就是日落小镇，整排的彩色房子很漂亮。这里是观众席，我们今天晚上会在这里看表演。没事，真的不要像我们那么夸张。临近中午12点来亲吻桥，几乎没人，因为超热。我快到另外一端了，我的情人在哪？这是亲吻桥，我要跑去那一边。对面没有人跟我亲吻，我只好跟自己亲了。就是这里，一个女生站在一个男生在那边，然后就是装亲吻的姿势，就是亲吻桥。宝石海，很亮的海。刚刚饭店在这边，我们从亲吻桥那边走来这里，饭店对面要去做脚底按摩。这一家也是好像是韩国人开的，但是大家都说他的脚底按摩按得很好。我贪图的是它的饮料，听说进去会给一些小点心跟饮料，然后60分钟的舒服脚底按摩，非常好。然后它房子跟房子之间有时候会有这种小通道，然后就很漂亮，很多人会在上面拍照，这样有点像澳门那种，中间都会有个小巷。这家进来有冷气，我就 OK 了。我当初看中这间就是贪图它的饮料跟小点心，然后刚刚拿了一盆，这个里面有很多姜在泡脚。我们现在是躺着要做的脚底按摩，这个是热的沙袋敷脖子的地方。我们就是很累很热的走在这里
刚好舒服的放松一下。我觉得这个行程排得很好。按摩完最喜欢这一刻，就是吃甜点的时刻。本来要录按摩，结果强制眼罩休息，就是脚底按摩，他会给你个眼罩，然后眼罩超厚。对面的外国的男生不敢吃这个东西，我猜是因为他看到虫草，2个外国人都没有吃完。这个很好吃，为什么不吃呢？我们一直想要搭那个敞篷车，就是前几天不想搭，一堆人一直来问我们哦。现在想搭的时候都没有人要来问我们嘞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我要搭啊！哎，有一个要经过，好凉哦。就是你来了之后，他会先跟你确认一下去哪，然后跟你确认价钱。10分钟3万。我们现在到了 Manus Cafe。它的 menu 是这样子哦，好像月历这样，你就是这样翻看，然后这是我们的位置，旁边就有金文桥的 view， 欧洲庄园的感觉。这里的椰子咖啡听说是很厉害的，一样咖啡里是苦的，但我觉得越南咖啡本身很好喝，因为我喜欢苦。椰子冰没有之前大世界椰子冰那么甜，是非常刚好，感觉是无糖椰子冰，肉椰子香气。觉得怎么样？很厉害！赶快吃它的椰子冰，它的椰子冰我可以一直吃，味道很刚好吧？嗯，它的椰子冰不会太甜，也不会太腻，就是一点淡淡的。嗯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喝过越南的水果茶。它上面有一些水果丁，就是搅拌，好喝。可是可能等它冰块再融化一点。我吃看看它给的芒果，就是它的水果跟冰都是给人家那种淡淡的感觉，不会很腻。这里的沙拉都会给，我觉得是台湾不会给出的鸡肉跟这么大块，因为通常如果这么大块，它就会叫鸡肉沙拉。但是他们叫凯撒，有人很推崇鲑鱼哦，因为我们的酱是百香果酱，这里比较清爽一点。我觉得是正常那种鱼配橘子酱会好吃的那种感觉，但我觉得是在我的预期范围内。就是因为台湾有一些鱼，它也会配什么荆棘酱啊什么的，就会蛮好吃的。然后鲑鱼就是正常发挥，其实煎的好都会蛮好吃的。对啊，个人觉得它本来的鲑鱼就是出水度蛮高的，所以应该是那种很新鲜的那种，才有办法出水度这么高。所以我觉得单吃你不加酱就很好吃。我是原味控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个会议厅，我们的钟声响了3点，但是为什么是下课钟呢？我们一直以为这附近有学校，但其实是这个钟声。我觉得要再走上去一点，要走到中间。都在那里拍耶。我看每个拍照不是都在这边拍？我们要在这个听说是热门的拍照点，好可爱哦！后来就是走一走，然后看到人家游记才发现它是有分上层、中层、下层。然后呢，就是先锁定一个餐厅，走到那边，然后从旁边拍过来，就会很像是哈修塔特那种斜角，然后风景的样子。然后日落小镇其实真没什么人，我觉得甚至比北岛还要再少。我们刚刚从中层这样，然后你只要定位 Runam， 然后旁边有这个罗马竞技场这样。我们现在找半天，真的觉得最后推论应该是要到那个 club 上面拍过去才有机会，要不然其实我们从这里的平面拍那个椰子树真的是很讨人厌，全部就是把构图都打乱。今天经过这边的时候，因为太热没有特别讲，但我觉得它那个花砖都刻得蛮漂亮。发现其实它的那个路上的那个车也都有特别有造型，跟富国比起来，它的造型就是比较有特别 C 过。从这边走上来，看到钟楼就是我们的饭店。我们现在终于要走到我们房间，我们今天可以睡一个好觉了。
行李送到房。这一间的服务人员好像更周到，就是他们都会跟着去，就是有柜台说你要Face ID 或干嘛，他就会带着你去。然后等到行李也是他帮我们提上来，然后帮我们开电梯门。一晚7000多台币，但是呢，台湾一晚可能1万多没有这种服务，5000多也没有这个服务。我觉得它厕所就是走一个有点复古的感觉。我进来之后呢，是全白的房间，主要是我觉得哇，这个构图非常漂亮。可能因为它是一个大张床啊，所以它空间多了很多。其实我有选2小床，可能已经不够了。对，就是已经有房间了，只剩这个。对面就是我们饭店的沙滩。你看它的水，其实包装是很厉害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哇，连这个都这么有仪式感。我们房间是在这边，然后它的这个客房区还有另外一道门，非常 bling， 然后出去才是大厅啊等电梯的地方。因为我们刚刚check in是4楼，他是叫我们直接下到1楼就可以到这个门。我们今天是要去青尾桥等看表演。饭店不是有送那个进青尾桥1次跟看免费秀的部分，然后我们以为是当天可以来回进，对，但是它其实是只有1次进入，然后跟看秀1次这样，然后它都要同一天完成。哦，所以说我们其实中午用 Face ID 已经用完1次，已经没了。对，但我们刚刚其实是用我们晚上买表演的票可以过来。对，然后所以假设我们第3次进来，其实已经不能进来，要收费。对。日落小镇就是我们对面这一个，觉得跟北岛比起来的话，北岛的建筑是比较假啦，然后它这个就是你走近跟走远都看起来比较自然一点。好看，好，再拍2张，还要再换动作，哇，还要求婚了，真的假的？哎，拍照拍几张。我们又有搭这个车了，这次的车比较豪华，路上看起来是有造型的。晚上的景比较漂亮，是各种打灯，罗马竞技场都变成很亮的金光闪闪的。等一下我们要在这里看秀，我们准备去Luna 点个东西，然后等秀开演。晚上的日落小镇虽然有倒影，点了一个玫瑰珍珠茶，本来以为是寒天，结果它这个是认真的白玉哦。跟大家说一下，刚才沙拉这样1块肉，服务生问我们要不要收，然后我们今天就发现说，为什么这个富国岛的服务生看到吃的东西还有很多都会收，是因为观光客都很浪费。我们今天早上去吃的那一间，就是对面桌有一对韩国的老夫妻，他们点了超多东西。后来离开之后，我就看到芒果冰沙手摇饮大小的，喝不到半杯，点了一份炒饭，可能只吃1-2口就不吃了，然后一大堆食材被丢掉。难怪这里不管到哪，服务生都是看到剩一点点就说请问要收走吗？他也不管你这是不是没吃完还是怎么样，他们就会觉得这些应该都是你们不想吃。他会习惯性看你手停下来，对，以为你不要吃了。我觉得他们食材就已经运送不容易。对啊，今天早上就看到老板在说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看起来他有一点难过。现在要去看 Kiss of the Sea， 然后我们到了一个很像电影院的地方。这个的爆米花，然后什么热狗堡也有哎，这根本电影院吧？很漂亮，是主舞台。早上各位，我们今天要去吃早餐了。我从昨天晚上就超级饿，可能是因为晚餐只吃沙拉跟一个就是小点心这样，然后肚子就是叫，幸好就是有睡着啦，所以后面就没有感受到肚子饿。但是那时候我就想说，这一家的早餐7点，好晚哦。我们明天是8点50的飞机，提早2个小时到机场，那等于说我们根本没办法吃早餐，但是可以外带，只是说花这个钱没办法好好的吃到饱，真的是有点小哦。房卡 BB， 大门开启。他自己开，他自己开啊！哈利波特，这是我们的游泳池，这里就是我们早餐的地点。其实不会走很远啊，一样就是面包区，是
是面包真的蛮多的。生食区、沙拉区、熟食区就8个而已。然后这里也有一些配料什么的。bibimbap哦，又是韩国的。这里有些人做的越南面包，我觉得比那间好，就是包装来说看下面料比较多，然后也比较好看。一样会有 egg station， 然后这里有粥的配料，有皮蛋呢，好神秘。主要是粥，光粥它就有3样。他们的米线是有2种，牛肉的是复粗的，然后排骨的是粗细的米线，还有一个丸子，然后现做这样，会在这边做。刚刚前面长廊走过来，还有其他东西，会有一些甜点。比较特别的是有一些挖佛啊，或是法式吐司爆米花跟 pancake。这里可以拿一些 honey， 然后 ice cream， 我等一下想要吃这个。这里有一些马德莲啊，放蛋糕啊。这里的话就是一些燕麦优格，然后这个应该是奇亚籽优格，各种口味的优格跟水果丁，看你要不要加。那这里就有很多水果，我觉得水果种类好像比昨天多了。哈密瓜，其他好像都差不多。还有越南咖啡的 stand， 我是非常期待法式吐司。为什么他们的那个法式吐司都要加肉桂？对，今天的更重，是可接受，只是刚刚肉桂冲出来被吓到。第2次吃到越南芒果，酸甜酸甜。现在要去金刚超市，20-30分钟通常都是好的车。你看我们这台车是大台的，然后座椅比较高级一点的。每次进入中岛就下雨，大太阳，没雨了，不是才过几分钟吗？他们都要这样绑包包，不然怕会偷东西。不知道是社会风气的关系啊。然后像这个也要绑芒果花，这一整排都是芒果。然后我看网络上大家推荐的会是这个牌子。现在12点12分，我们也成为那个迟到的人了。因为我们不是跟老板讲12点要去，但是我相信老板会相信我们，因为他上次也迟到，所以这次换我们迟到。希望老板是认真有帮我们留面包。Hello. Come back for bread. Yeah, come back for bread. 今天老板有特别隆重帮我们摆盘，旁边放了2颗菜。今天吃完这个面包，我以后都会很想念。还是一样厉害，超好吃。提袋小哥刚才打开门傻眼，怎么不是行李是提袋 Are you staying in La Festa? Yeah, thank you. 我们从缆车这边有没有上来？然后就是会有一个很宽敞的花园，空中花园。然后这边很像是有市集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要去找第2间的礼品店，很多地方在施工还没盖好，都现在还不是完整体。他们这里很不会做那种观光客纪念品生意，我终于找到一个日落小镇的明信片。纪念品店是在一个 SPA 里面。刚刚我们就是进这家，不是 SPA， 就是它里面有非常小的字，就是 gift shop 的意思。然后我们就还在那边想说，哈，真的是这间吗？然后重点是我一走进去，那个SPA那边的柜台跟我说안녕하세요，然后我心想说把我当韩国人。然后后来我去结账的时候，那个小姐就问我说你是从哪里来？我说台湾，然后她就说我们这里有很多从台北来的客人。我心想说骗贵，要不对我说안녕하세요，骗贵最好是。但是的确我们刚才进去逛的时候，都全部都是韩国人。好啦，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现在先把住的吃的盖起来，但是没有 gift shop。那有很多 gift shop 是还在就是盖的，那如果以后都盖好，可能会比较完整一点啊，我觉得。比起来，北岛 gift shop 比较多。对啊，就是富国大师街那边有好几个。富国其实就是应该是说它前面就是先全部都弄好，然后后面是再慢慢弄，但是它这个有点像分类型。我先把住宿的、吃的、按摩的弄好，然后那种他觉得可能没办法赚那么多钱的，
就慢慢来，就是买那种纪念品店就慢慢来。我觉得他错了，纪念品店其实观光客会很爱买。对啊，真的，如果你纪念品卖的特别卖的好，做得好的话，就是会想要送礼物啊，朋友、同事、家人都可以送就像我现在要回去买椰子蜡烛一样。对啊，没错，因为买不到其他东西。对，而且收半天就是真的没什么那个纪念品店。买了网络上人家推荐的金刚超市自制布丁。很浓的鸡蛋味，它不太像那种统一布丁那种有点像果冻的感觉，它比较扎实。下面真的是苦的，好赞哦！而且它的甜度整体吃起来非常的低，推荐大家去买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，6点多要去吃越南菜的晚餐。来吃我们现在还没有吃到的越南煎饼。第一次吃越南煎饼，米子包生菜，然后它是卷起来3角。这好像生菜卷、沙拉卷那种。这个是烤肉米线，它就是有点像蘸面的方式，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吃。刚才去查 Google， 这个酱比较像是汤，然后呢温温热热的，蛮好吃的，有一点甜甜。很好吃，我是喜欢的。这个是我们叫的传统的蟹汤米线，是蟹汤哦，是这几天没有吃到的。还好我们有点烤肉米线，这个就是切阿米啊。好真的。这是最后一晚饭店前的广场，饭店外观就是这样，非常的气派。明天就要回去了，拜拜。刚刚喝了一口，瞬间回到那时候，超级好喝。这个新品调的非常好，其他地方已经喝不到。椰子优格冰沙，大家如果要住这里的话，就是饮品饮料可以喝一下，如果喜欢就是在外带。昨天的烟火差不多这个时间，我们的房间的 view 还不错，就是前面有点屋子挡到而已，但还 OK 呀。就这间桑巴瓦瑞亚，我在 Google 上面搜寻很少它的资料，所以有可能里面都是外国人居多。对，不是我想的那种那个舞蹈 battle 这样，好吧，很神秘的一个地方，但也算体验过啊，知道你们在干嘛。但至少我们又看了一次烟火啦，有赚回来，一个票价700块，有赚回来。5点55，我们要下去到饭店帮我们外带早餐。亲吻桥，拜拜。饭店，拜拜。富国岛，拜拜。早上的6点多的日落小镇。变日出小镇，早餐法国面包跟一些淀粉类的，昨天我根本没拿的东西，那还要继续吃。7点了，我好怀念越南面包的老板。起床了吗？大家如果在外面没有买到纪念品，就来机场看，就是它有很多这种小摊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。